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新时代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总方向。智库作为对我国学术研究与国家决策发挥重要影响力的机构，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近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迎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在助力中国成为思想大国的过程当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一起来洞察关键。对于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时，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要以中国为关照，以时代为关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不应再做西方学术的搬运工或传声筒，要从跟跑到并跑到领跑，发展出自己的研究范式、知识体系、个性特色、核心竞争力。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表示，在国际话语体系中，我国缺乏自己的知识体系作为基础，在社会领域，没有一个能够解释自身发展的自主知识体系，会对政治产生负面影响。构建自身知识体系需要从中国的经验和实践出发，其核心是在研究中国的问题上找到属于中国的命题。我们要反思，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个话语体系建立不起来？我一直在说，你看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那中国的制度不一样。你看很多的原创，我们近代以来整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吧？我想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到邓小平到现在习近平，我们的很多的社会实践都是0到1的原创。但是呢，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原创性的东西在实践，但是我们没有0到1的原创性的理论呢？这是个问题的根本的问题，是个大问题。近代以来，我们就是一直习惯于就借用就西方的概念理论，来分析我们的实践。那么首先就是它的理论跟概念跟理论解释不了我们这个东西，因为西方的概念理论是怎么来的呢？西方的概念跟理论是西方的社会科学家用他的那套方法，总结西方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嘛。那么这样总结出来的一套理论，那你说能用来解释中国的实践吗？就很难，就解释不了吗？郑永年教授特别强调，自主性的知识体系要求拥有原创性的知识结构，避免学术界卡脖子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后，我国大部分仍然应用西方技术，自主原创性的内容少而又少。现在进入科创时代，已实现从应用到原创的转型。知识界也一样，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科学力量的发展，中国急需构建一套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社会科学体系。我们现在提倡高质量发展，那么实际上我在看我们的学术界也是一样，西方的我们应用西方的概念跟理论，对吧？这就是应用嘛，应用来分析中国的这个实践经验，那没法解释不通嘛，对吧？解释不通，并且对西方没有吸引力嘛。所以我就说，我们如果是要建立起我们的学术体系，因为学术体系就是话语体系的基础。话语只是一种表达了，对吧？不同的表达方式，既可以用语言呢，也可以用动画，是吧？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嘛，对吧？那么如果没有一套这个原创性的学术体系的话，很难建立话语体系。我们的学者能在美国西方这好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但是他的命题还不是中国的命题。我们往往你看到去翻杂志的话，看到一个西方的命题，一个副标题，就说the evidence from China， 说是中国的证据，西方的命题，中国的证据，那不相配的。如何建立属于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可以发挥的作用潜力巨大。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2013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重要批示，指出，
要把智库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包括设置中国命题方面呢，日益的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一个主要体现的是在内容的输出以及在传播的补给方面的作用，就是进行内容的生产，包括公共政策的指导。第二点呢，就体现在内容跟渠道的建设上，包括呢进行智库对外宣传的一些渠道的进行建设。第三点来说呢，智库重点会发挥着一个议程的设置，包括宣传的功能。我们知道呢，智库与大众媒体之间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所以通过智库的研究的内容进行议程设置，最后呢形成产品在国际上进行传播，能够有效的来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包括呢能够将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及中国的命题向全球在进行尝试，起到一个较好的传播效果。智慧。I've come to China many times, to different parts of China. And every time I also try to find sufficient times to meet, a colleague from the academic institution, and sometimes even engage in conversations in some of the university in China. And in those engagements, I always find, a lot of good lessons that we can look at and how we can fashion them in a way that would fit our context.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陈院长，在您看来，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又具有怎样的特色呢？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由中国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既需要物质文明，也需要精神文明，而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就是精神文明重要的知识基础。从第二个方面来说，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它是由现在世界政治格局所决定的。在世界竞争的过程中，很多大国相互之间的博弈，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由彼此的知识权力博弈所决定的。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世界大国，需要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体系。第三个方面，中国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是由中国文化因素所决定的。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它可以给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深厚的文化基础。郭先生，我知道您所在的这个智库它是2家社会智库当中的其中一家这是否体现了我国目前智库的一个总体的布局？我有党政体系的智库，有高校的智库，也有企业的智库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社会的智库。无论是哪一种智库，以我的看法，最重要的不在于说我数量是多少，非常重要的是你的质量。智库如何的能够高质量发展，能够提出高质量的研究报告，能够提出这个服务于党和政府的这个科学决策的这么一个知行的报告。我们讲的这个智库产品，同样的一个研究报告，你可能这个报告不是说我把它写完就完了，如何使得决策者能够听进去、听得懂，而且能够把它转化成他的这个决策的行为。所以智库本身它的这个发展也是一个链条，是一个全链条。这个全链条和整个国家的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这个链条完全是吻合的。那么新型智库在中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当中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又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全过程人民民主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更多的人，各个不同群体的人更多的参与。那么智库本身呢，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群体。更重要的是智库它连着，它通过调查、通过研究、通过本身的这个访谈等等，它就已经把相当不同群体、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利益的主体的诉求，它可能会带过来。它带过来以后，很重要什么呢？它要形成它的分析，它要提出这个科学的去解决大家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为什么智库是这个全过程人民民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参与者？它的作用，它就能起到这个和
政府和这个社会之间，对吧？不同的这个群体之间的这么一个桥梁。党的18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那陈先生，您觉得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中国的智库建设，它要重视坚持党的领导。第二个方面，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第三个方面，应该与时俱进，具有时代性。那么能够跟得上时代发展的需要。袁先生，您所在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呢，是属于依托大学建立的机构。那这样的这个智库它与一般的智库在定位上有什么样的不同？首先的话，大学的话，它就是研究机构，它也是一个承担这个教学的任务。那么我们就要做到依托大学这样的平台的话，利用它的这些人才优势，利用它的这个国际化程度高的一个这样的优势，来做真正的跨学科的。或者是说在国际层面这样的国际化的一个研究。在美国，智库对其国内政治生活具有巨大影响力。他们每年发布大量的政策研究报告，试图引导美国国内甚至国际舆论，进而影响美国官方政策，被美国媒体称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后的第5权力。近年来，美国智库逐渐将对外政策研究的重点转向中国。他们对中国外交政策、对外影响力以及各领域实力结构的研究结论，往往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脱离实际，令人啧舌。聚焦中国的美国智库都在干什么？美国智库对华有何共识与分歧呢？一起来洞察关键。去年2月，美国著名智库组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了解读中国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开源的中国政府文件、官方讲话和权威学术论文等英语译文资料库，促进美国各界对于中国的了解，以知己知彼。而在该项目的主页上，赫然写着他们的核心目的：通过研究来自中国的原始资料，推动中美关系与中国崛起战略话题的讨论。据统计，解读中国项目迄今已翻译和解读了200多份来自中国的战略研究文献、学术论文和政府文件资料。有学者认为，这一项目采用的是当年中情局和白宫收集文献和资料，以研究前苏联政府和社会的传统模式。项目的最终目的仅仅是降低战略对抗风险，而不是完全停止对抗。去年5月，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宣布成立的中国中心，是美主要智库成立的最新一家研究中国的机构。其中，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担任该中心的顾问委员会主席。在此之前，哈德逊研究所就有一个中国战略中心，主任是在苏联解体后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学者白邦瑞。值得注意的是，今年4月，哈德逊研究所和里根图书馆2个机构因为给蔡英文在美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提供平台和便利，中国外交部宣布对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里根图书馆以及其负责人采取反制措施。而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大西洋理事会自诩为是独立于美国及其北约盟国的一个无党派组织，在接受跨国资本集团、英国等北约国家的政府机构的政治捐款后，大西洋理事会近来也设立了全球中国中心。2022年初，大西洋理事会发表了一篇名为《掌握优势：美国新版国家防卫战略展望》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洋洋洒洒地列举了中国在政治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想了解中国文化，最好是亲自到中国来看看。The fundamental issue to the U.S. and China on the U.S. side is that the U.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is not very strong. And so that takes time, that takes education, that takes experience, which is why communication is so important. Have as many Americans as possible come over to China, because he said there's nothing that beats seeing for yourself and experiencing for yourself. 美国博古瑞研究院执行副总裁中川黎明也在接受外界采访时表示，美国除了跟中国合作，别无选择。We don't have any other choice but to cooperate. We don't have any other choice but to have trade. We don't have any other choice but to share this very small planet that we're all living on. It's clear that we can't go backwards. 长期担任美国非营利性组织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的刘亚伟教授，在接受执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毫无疑问，
美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研究中国的机构最多的国家。在1998年，卡特中心就已经成立了中国项目。刘亚伟表示，尽管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不是智库，但其运行机制和智库差不多。早年是跟我国国内民政部合作，后来跟全国人大合作，一直在讲中国基层民主的故事。从2012年开始，我们主要是关注这个中美关系，做的事儿都是消除这个相互的误解，增加双方理解。刘亚伟还表示，整体上来说，美国智库都认识到中国话题变得日益重要。因为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以前研究中国就是仅仅研究中国的内政或者是中国的外交，你现在要研究中国，还要研究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另外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这个经济关系，所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这个对中国的研究，因为中国和美国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通常来说，美国智库机构给出的一些研究结论被认为是非常权威的存在，但是近几年，部分美国智库为了鼓吹中国威胁论，发布与事实不符的所谓报告，让人对智库权威性产生了怀疑。2021年，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加图研究所在一篇题为《过时技术的全球领导者》的文章中称，高铁比飞机慢，不如开车方便，而且比两者都贵，强调高铁是一项落后的技术，遭到网友群嘲刻意歪曲事实。此外，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出中国正寻求在全球主要港口建立军事基地等奇谈怪论。美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炒作所谓非洲的政府大楼可能是中国间谍活动的载体的无稽之谈，以及美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无端指责。更有智库将中国风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误当作大型武器发射井，令人瞠目结舌。美国的任何一个非政府的组织，任何一个智库都有自己的倾向，有保守的，有相对的这个自由主义的。有保守的嘛，就是说中国威胁论了，或者是中国崩溃论了。比如说哈德逊啊，或者是传统基金会啊，一般都会说中国已经有了武统台湾的时间表。那其他的相对的自由主义倾向的这种智库，就是支持民主党的，他们会说大陆实际上并没有要统一台湾的时间表啊，中国大陆并没有取代美国的意愿和计划，所以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中美关系的定位和在这个国际舞台上要做什么看法，一般都是这个截然不同。那么，美国智库的右倾观点又是如何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呢？众所周知，美国智库善于搭建影响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的平台，如举办学术研讨会、在学术机构演讲等，积极利用公共平台为民众提供意见表达的取得学术价值。普通公民无法区分诚实和不诚实的智库，结果就是政策界成为了一个大沼泽地，以权谋私的污秽与最博学和独立的政策知识分子均在其中。事实上，早在2016年，《纽约时报》就曾先后刊登2篇智库新闻报道，智库是如何放大企业界影响力，智库学者还是公司顾问，看情况。描述美国智库表面客观中立，实际上却接受企业界的资助，替企业说话。这些报道对美国智库的公众形象和公信力冲击巨大。在刘亚伟教授看来，美国智库有自己的倾向性，无可厚非。但如果智库完全被偏见所主导，不分青红皂白，那注定是被唾弃的。所谓的在华盛顿的智库，或者是在纽约的，或者是在西海岸的这些智库，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精英圈里边，就他们需要影响的，一个是国会的人，另外呢是行政部门的人，其次呢他们是为企业提供一些咨询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服务啊。像兰德的话，那他的主要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军方或者是情治部门了，所以各个智库都有自己的这个服务对象。所以在美国这个社会里边，如果是完全是被偏见所主导，不论青红皂白，这样的智库或者是非政府组织都肯定是短命的。实际上，美国智库运作大多依靠个人和商业捐赠资金支持，这导致相当一部分美国智库开展研究工作时很难保证立场和观点的独立性。在向智库捐赠资金的团体里，企业、商业协会、个人和基金会占据相当大比重。部分智库的捐赠收入甚至达到其总收入的70%甚至更高。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年收入超过90%来自捐赠，主要来自洛克菲勒财团等美国东部财团的支持。
偏向右翼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兰德公司等，由于与美国军方和军工集团联系密切，当然研究成果无疑也要尽量满足其背后金主的主张和需求。故各类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中国战略报告和中国军力报告频频出台，以便为美国政府向经常为智库提供研究经费的军工企业大规模采购武器背书。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难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智库把研究重心转向了中国。实际上这个欧洲智库也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大量的美欧智库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从他们研究的这个结果报告来看，客观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自己本身的发展。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发展的道路证明了我们的这种选择是对的。就中国的这种成就，它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所以呢，美国的智库也好，欧洲的智库也好，它不得不重视。部分智库，他们是相对比较理性客观的，看待中国取得的成功，但是也必须看到，有一部分智库，他们从他们自身的角度来说，或者说从他们自己的这种国家的需要来说，他们想能够找到中国的一些漏洞啊、问题啊，来否定中国的这个发展道路。所以从我们自身来说，我们自己要能够把它区分开来。那此前，美国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发出高铁是一项落后的技术等等荒唐的言论，大肆的渲染中国威胁论。那么，美国智库在对华政策上有着怎样的共识还有分歧呢？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这个重要的讲中美关系，你看5个支柱，第一个就是共同树立正确的认知，非常重要。什么叫正确的认知？要正确的认知中国的发展，同时也要正确的认知美国的发展，还要正确的认知中美之间的关系。这个认知其实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认知又从哪来呢？那你就得了解，你得去调查，你得去回到现实，你不能光是这个意识形态或者偏见，或者说别的人先入为主说一个什么，那就是认知有问题了。现在来看，美国的这个智库它因为它很多元，它有一些对中国很了解的，确实有一些它对中国不了解。有一些它是有偏见的，有一些呢它是比较客观的。同时，我觉得智库本身的作用，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称之为叫第二轨，就是政府这一轨，它很重要的，它要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为什么有第二轨呢？就是好多的事儿，智库其实是非政府或者代表民间，这个时候的沟通、协商、交流非常的重要。美国的智库多元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就市场在其中发挥作用这个影响了这种智库的这种价值取向。那所以我们自己怎么看待美国智库的这些观点的时候，同样一方面不能被它带节奏，我们自己要有自己的这种专业判断力，能够知道他们讲的哪一些是有偏见的，同时哪一些也是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的。那有利的部分呢，我们尽可能的把它进行提炼，是吧？来促进双方的这种交流协商，来扩大这种共识。而反过来说，他们有的一些偏见的内容，我们可以用事实、资料，用我们的这种专业力量来进一步的同他去进行沟通。尽管有很多美国智库对中国的发展存有警惕甚至恶毒揣测的情况，但是呢，还是有部分自由派智库秉持理性务实的立场，主张与中国进行接触，而并非强硬的对抗。那么，中美智库应该如何进行对话和交流，增进相互了解，为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注入积极因素呢？那么，当然，我觉得交流、合作非常的重要。那么交流本身也是一个认知的能力的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你都不来往不交流，我怎么能够客观的认知你，客观的认知自己呢？那么特别是在有时候政府不好打交道的时候，这智库，那你应该跟着坐下来打交道。我记得在2013年、14年那时候，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早就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
我们就跟美国的智库专门合作，我说咱们一起来合作，我们搞一个研究，我们共同出书，我们一起开会。那本书就叫《中美再平衡》，而且中文、英文的，哎，我觉得是起作用的。这就是智库之间的对啊，所以无论是跟美国的智库也好，还是欧洲的智库也好，这样的二轨对话太重要了。是这样的，我觉得通过这种交流对话啊，通过不断的大家对共同的话题、共同的一些认知的体系的构建，哎，可能你会走的反而是越来越近。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智库应该如何加快成为党和国家运筹决策的建言者、理论创新的推动者、社会舆论的引导者、社会进步的贡献者和发展道路的诠释者？中国智库又该如何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呢？一起来洞察关键。排名靠前的前20，基本上都是美欧智库，这实际上也是代表着我们的责任，就好像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过去20年前、30年前，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还非常小，但在过去的20-30年里面，粤港澳大湾区涌现出了一批进入到世界500强的大企业，甚至到世界50强、10强。所以我经常说，我们的智库行业呀，也像是当年20年前的中国的企业界，我们相对的，对于世界领先水平呢，还是相对的落后。但是我们正在迅速的崛起。那我跟我的同事们呢，也每天非常的努力，去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10年来，他领衔的智库频繁在国际媒体上发布有影响力的报告，组织大型学术研讨活动，用各种方式与世界沟通。这一章是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刚开打的时候，我当时呢，中国第一个高端智库的代表团。高端智库代表团，当时我是整个代表团的秘书长，我协调了整个过程。那么当时呢，我们呢就到基辛格家里去。你看，我们当时跟基辛格聊的时候聊得很开心啊，讲到中美贸易战怎么解决中美贸易战。我当时我也跟基辛格说，我说中美贸易战美国这么打下去是美国吃亏的。这张呢特别有意思，这张照片，2015年你看中美学术专员论坛，所以他们来的人很高端。当时这张照片。这个是2016年的时候，美国悍然发动了所谓的南海的仲裁案，于是我们呢就在美国召开了一次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美国智库需要与中国对话的渠道，也有与中方交往的迫切性。谈及中美智库交流现状，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长吴世存表示，除非某些智库不研究中国，无需与中国打交道。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今年6月，吴世存受邀赴美国丹佛参加一场中美关系闭门研讨会。在他看来，这是近年来少有的所涉议题之深且中美学者能够坦诚交流的会议。其实我今年去过美国2次，第一次是6月份，我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这个边上的一个小镇，博尔德。小镇上面和美国同行进行了一个2天半的闭门会议，研究中美如何防止危机管控，从过去的一些危机事件当中汲取教训，效果非常好。所以这次10月份我又再次去到了美国，我的总的感觉啊，从6月份到10月份2次访问美国和美国智库和战略界的一些同行交流，我感觉到美国学者渴望来中国，渴望与中国同行交流，获得一手的信息。我就觉得，这个美国要建立对中国的正确认知，我觉得应该从智库交流开始。这次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的会晤也强调了民间交流，沟通的必要。这个，我想没有智库的正确认知，就不会有两国战略决策界的正确认知。吴世存告诉深圳卫视，智库接触和学者交往可以说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此次到访美国，他真切感受到两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更加顺畅，美国学者比以往更愿意和中国学者打交道。疫情期间，甚至在中美关系经历了这个
低潮甚至低到低点，像去年佩洛西窜台以后，今年2月的气球事件之后，对中美关系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那么，你找学者开会，可能还不一定能请到，你想请的人。所以这一次我的一个总的感觉，或者也是一个新的发现，就智库接住他现在这些年我看来越来越多的有影响力的智库开始在深圳诞生发展，而且这个已经成为一个智库集群。现在在前海不是集结了好多的智库吗？我们有一个目标啊，到2025年的时候要打造跟城市地位相匹配跟国家的战略相契合，而且呢有清晰的辨识度，还有品牌影响力的智库集群。是这样的，这个智库的集群，我觉得它有条件。这条件倒不是说我们有多少钱或者干嘛的，当然这也很重要。对，最重要的我觉得讲好深圳故事，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它这个故事的土壤太好了。我自己深有体会了。我现在我出国际，我跟美国、欧洲的智库打交道，我就讲深圳。我讲深圳一个小渔村，它怎么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高科技的公司？他们听的都是郭院长，那我没来过的一定要来看，来过的说，哎呀，你说的那个太有道理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它太丰富了，太生动了，它能够给我们这个传播提供非常高质量的素材、高质量的认知。深圳的这样一个案例，这样的素材它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的实践。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的实践。所有的这些实践，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怎么取得的，我们取得了以后，我又怎么样跟你来分享发展的成果，如何去形成命运共同体，如何的去形成我们共同的这个发展的这种格局。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深圳的智库来讲，我们是感谢这个土地这片土壤，它给我们养分，给我们生动的案例，给我们很多的思想。这些思想你拿去跟人家传播，你就有生命力，人家听得进去，而且他看得见。我不是在这里瞎说的，你来看看，眼见为实。他看了发现郭院长讲的是真的，甚至比我讲的还要丰富。这时候我觉得共同的认知，共同的这个话语它就建立起来了，那就好打交道了。中国作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和重要的国际力量，需要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事务和国际规则制定。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增加，将有助于中国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与发展，为世界提供更多有益的中国智慧和方案。那么，怎样才能进一步地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如果说智库想要就是把做一种传播的一种平台或者是渠道，这种东西可能更多的时候的话，也许要自己去创造条件，就包括现在媒体的变化，就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说新媒体的崛起。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许我们做智库的就不单只是原来的那些智库的传统产品，比如说报告。一些文字的一些产出，传播途径的多元化，途径的多元化，产品形式的多样化。我们也在做一个英文的一个这样的传播的一个这样的网站，就是说包容性的inclusive 的把各种声音就包括吸纳进来，不单是中国的角度，国外的观察家或者国外的智库的同行，或者是学者，他们对于一些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也给他们创造一个这样的平台。那么这个叫做 The Pacific， 就是好像太平洋太平洋世界足够大，所以应该是一种海纳百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胸怀吧。中国智库在国际舞台上应该如何持续不断地发出中国好声音？中国智库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是什么呢？我就3句话，就是必须得这个提升共同的认知的水平和你认知的能力第2句话呢叫开放合作。你要有共同的认知，那一定得有交流，你不能封闭起来。对，而且求同存异，大家要这个讲真话，这个寻找事物的本源，这个寻找客观的规律和共同的发展的需求。第3句话呢，我觉得那当然是共赢。
这个不是零和的，说你赢我输。智库本身，我们开放了，我们认知了，那对共同的合作和发展有推动和促进了，不是很高兴的事情吗？所以我觉得这3句话非常重要。我觉得中国特色新兴智库建设要有这种战略眼光，一方面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同时也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么一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的问题，立足中国的本土，面向世界，能够不断的用自己的专业智慧向世界贡献中国发展。